歌德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未曾在长夜里痛哭过的人，不足以谈人生。这句话深刻道出了人生的真谛，那就是只有经历过痛苦和挣扎，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。也许在某个时刻，你会突然回首往事，惊觉自己的人生似乎一片混乱。生活忙忙碌碌，却不敢妄谈喜欢，拼了命去生活，却发现这并非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，而只是某种看起来更好的生活方式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你可能会感到人生陷入了某种漩涡，会觉得自己此生如此失败，活得如此糟糕，如此的没有价值。然而，我们要明白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亲手塑造的作品。尽管我们都希望能将自己的人生安排得更加美好，但现实总是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。很多时候，并非我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即便我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，生活依然显得混乱不堪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是否会感到悲伤？是否会感到绝望？事实上，人生的状态并非一条笔直的直线，而是一条充满起伏的曲线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我们的心境状态、身体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、所过的生活。日积月累，这些细微的影响最终塑造了我们的人生，成为了我们的命运。那么，人生究竟是什么呢？从出生到离世，我们希望将这一生安排成怎样的模样，其实都需要自己深思熟虑。只有想清楚了，我们才能让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稳健，让生命的轨迹变得越来越清晰。如果一个人长期陷入内耗的痛苦之中，终有一天会发现，所有的质疑、纠结、踌躇不前，都在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。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态，持续陷入其中，人生就会变得如同一潭死水，一眼望到头。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会吸引更多与之匹配的负面事物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混乱不堪。正如人们常说的，贫乏吸引贫乏，丰富吸引丰富。只有学会爱，学会相信，怀抱积极的心态去创造，我们才有可能吸引到与内心同频共振的美好事物。这就是著名作家朗达·拜恩在其畅销书《秘密》中所阐述的吸引力法则。简而言之，吸引力法则就是你从内心真正付出的是什么，你就会得到什么。人生的精彩与否，最终都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和选择。力量这本书正是引导我们回归本真，唤醒内在的能量，让我们看到生命更多的可能性。一、看见内在的力量。每个人生来就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，然而大多数人却看不到自己的力量，反而总是注意到自己的虚弱和无能。日复一日，他们逐渐变成了一个软弱无力、失败糟糕的人。这是因为当你不断给自己这样的负面强化时，潜意识中就会给自己贴上我不行、我不能、我不想、我不好的标签。这些标签就像一个诅咒，时时刻刻影响着你的心境，左右着你的意志，让你止步不前。尼采曾说，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一个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可能会认为黑鼠才是常态，即便他也渴望看到光明，但当光芒乍现时，他反而会觉得那光芒太过耀眼，刺痛了他的眼睛。因为习惯了黑暗，他很可能会选择退回到那个黑暗的舒适区。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。有人总是抱怨原生家庭不够好，抱怨工作不如意，抱怨伴侣不够体贴，抱怨生活压力太大。殊不知，每一次抱怨都是在强化自己的匮乏感和无力感。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抱怨，却不去尝试改变现状，人生怎么可能真正好转呢？著名作家王小波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人的一切痛苦，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因此，当你对人生失去希望时，其实是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在那样的时刻，你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无能、无力和无奈。当内心被不美好的事物所笼罩，美好就失去了立足之地；当内心被失望和痛苦填满，希望之花就无法生长；
当内心一再指向黑暗，你主动避开了光明，就不能怪罪光芒照不到自己身上。然而，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在艰难环境中顽强生长的生命，比如悬崖边的一棵树，下水道里的一株草，无人问津之处的一朵花？它们为何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奋力生长，甚至冲破重重阻碍，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？这是因为生命本身就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只是我们常常被现实的困境所蒙蔽，只看到了自己的匮乏和无力，而忽视了内心深处那股蓬勃的生命力，听不到它发出的召唤。事实上，你本身就是丰富且充满力量的，整个世界，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向我们传达这个信息。一个人之所以能对人生怀有希望，感受到自己的力量，拥有信心和快乐，一切美好的感受，归根结底都源于一个字：爱。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，正是爱让我们的生命重新焕发活力。2. 爱是力量之源。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以至于它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，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。如果你爱一朵花，你会认真地给它浇水、翻土，关心它是否缺少养分，光照是否充足。如果你热爱一份工作，你会为之倾注全部的热情和耐心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它做好。如果你爱你的家，你会每天精心打扫，让它保持干净整洁、舒适宜人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会由衷地希望对方幸福，尽自己所能给予他最好的一切。如果你爱自己，你会倾听内心的声音，照顾好自己的身心，努力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，符合自己的心意。你看，如果心中有爱，你就会乐于付出，愿意给予，主动关心。如果心中有爱，你会感受到生命的丰富、有趣和快乐，而不是匮乏、软弱和被动。如果心中有爱，你会更加确信自己想要什么，能做什么，你会比想象中更加勇敢，而不是畏首畏尾、退缩不前。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一书中写道：一定要爱着点什么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这句话道出了生命的真谛。而《力量》一书也给予我们类似的指引，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要实现或拥有什么，都源于爱。正是这种爱的力量，给予我们鼓舞和激励，让生命中的一切都变得与众不同，充满意义。每天清晨，当你从睡梦中醒来，如果能怀着期待和爱意迎接新的一天，你就会充满内在动力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，脚步也变得轻快。你会带着愉悦和信心去面对每一件事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因为饱含爱意而闪耀着光芒。3. 你真正想要什么，你就会得到什么。保罗·柯艾略的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中有这样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，主人公经历了许多磨难后，突然意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：大多数人似乎都很清楚别人该如何生活，可以轻松地在他人的人生中指点江山，然而对于自己的人生，他们却一无所知。这个发现让男孩感到失望，他甚至决定不再相信梦想，认为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平凡无奇的。然而，一位神秘的老人对他说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，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，任由命运主宰我们的人生。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。老人还告诉男孩，每个人都应该去寻找并完成自己的天命。男孩不解天命为何物，老人解释说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伟大的真理：不论你是谁，不论你做什么，当你真心渴望得到某样东西时，你就一定能够得到。因为这种渴望来自于宇宙的灵魂，那就是你在世间的使命。当你真正想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美好，但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往往想要很多东西，可是世界似乎不仅没有帮助他们，反而设置了重重障碍，让他们求而不得，痛苦不堪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也许我们应该扪心自问：我真的想要这些东西吗？我相信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是的，我当然想要，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更好的人生。但是我们不禁会感到困惑，
既然你如此渴望，为什么不坚定地去追求呢？为什么不满怀希望地去靠近呢？你可能会辩解说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确实，从行动上看，你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。但是，你的内心是否始终充满怀疑？你是否总在质疑自己能否得到想要的东西？你是否总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？你是否总在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到？你甚至可能在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坦白说，当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时，你所有的努力可能都只是表面功夫，你所有的喜欢可能都只是自欺欺人，仅仅是为了安慰自己，向别人证明我很努力。要知道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当你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怀疑、焦虑和恐惧时，又怎么可能专心致志地做好事情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想要某样东西，却并非真心实意。我们说想要，却不愿意为之付出，最终导致我们总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。在《力量》一书中，朗达·拜恩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你付出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。当你真正想要某样东西时，你需要付出爱，付出希望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得到爱和希望，才能真正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这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。通过你的付出，你会将你想要的东西真正吸引到你的身边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得到什么，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。世界总是公平的，不会辜负每一个真诚付出的人。4. 你所给出去的，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这里。世界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公平，但是万事万物都遵循着因果法则。种什么因，就会结什么果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就蕴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无法过上理想的生活呢？《力量》一书给出了答案，这是因为我们拥有选择权。我们可以选择去爱，选择运用正面的力量，也可以选择放弃。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，我们的人生中的每一天，生命中的每一刻，都在做出这样的选择。因此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有不同的选择。我们可以选择释放正向的渴望，也可以选择释放负面的能量。正向的能量会为我们带来美好的事物，而负面的能量则会引发糟糕的遭遇。我们的人生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，不是选择给予美好，就是选择给予不美好。根据朗达·拜恩的观点，当我们给予正面的事物时，我们接收到的也会是正面的事物。相反，当我们给予负面的事物时，我们接收到的也会是负面的事物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向外界释放积极正面的能量，我们就会收获一个充满正向事物的人生。如果我们释放消极负面的能量，我们就会收获一个充满负向事物的人生。那么，我们究竟是如何将这些能量释放出去的呢？答案是通过我们的思想和感受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思考，每时每刻都在感受这个世界。我们的思想通过我们的感受得到强烈的表达，从而塑造了我们的人生。你正在通过你的思想和感受创造着你的生命。你所想的、所感受到的，创造了发生在你身上和你生活中的一切经历。如果你总是觉得我今天过得很辛苦，压力好大，人生好难，那么你这一天很可能会遇到一大堆麻烦，甚至连吃饭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会觉得麻烦，又怎么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呢？我们必须明白，生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瞬间构成的。因此，人生是否美好，原因不在别处，而在于我们自身。我们的思想和感受是我们人生的种子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果实。只有当我们给出去的美好越多，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越美好。5. 想好才能变好。沙克蒂·高文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你生命中的每一刻都蕴含着无限的创造力，而且宇宙是无穷无尽的丰盛。只要你提出一个足够清晰的请求，你内心渴望的一切必定会来到你面前。对于我们向往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，而且这个目标越清晰越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行动上保持坚定。
世间的好坏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但是，当一个人对自己有要求，对生活有更高的追求时，什么是好就有了一个参照。这个参照就是基于你现有的生命状态，你究竟想如何塑造自己，如何创造你的生活。无论是整个国家的发展，还是一个家庭或个人的进步，想要变得更好，都遵循着这样一个底层逻辑。首先，我们要勇于突破思维的局限，不要停留在过去，也不要滞留在现在，而是要勇敢地向着未来前进。我们要大胆地去想象，去看到人生乃至整个社会变革的可能性。其次，我们要去探索这种可能性中的合理性。我们的想象绝不是毫无目的的空想，而是要确保我们所想的是积极的、有意义的，能够对我们的生命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的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念的力量。然而，光有想象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我们的想象仅仅停留在想象阶段，那么它就失去了实际意义。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，如果当时不去尝试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去做的意愿就会逐渐减弱，最终可能会被完全搁置。因此，想象还需要信念和行动力的支撑。我们要主动去靠近我们想象中的样子，如果没有条件，就去创造条件，一步一步地接近我们内心的向往。我们要少一些质疑，少一些批评和否定，多一些相信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目标已经实现的场景，想象一下自己在实现目标之后的感受，那可能是满满的成就感，充满自信的、昂扬的、快乐的状态。总之，那种真正实现目标的状态会调动我们生命中的积极性，让我们感觉人生到达了一个豁然开朗的节点。我们仿佛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，俯瞰自己的过往，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晰明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6. 心存善念和感激。事实上，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幸运的，至少我们还活着，还拥有我们的生命，还能感受这个世界，还能欣赏日出日落的美景，聆听这个世界的各种声音。当你睡觉的时候，床为你提供了舒适的休息场所，房子为你遮风挡雨。当你吃饭的时候，食物为你提供了能量，给你做饭的人付出了他们的辛劳。在你人生充满烦恼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在关心你，希望你能变得更好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还有人愿意和你一起面对，帮你一起分担。所有这些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事物，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，都是值得我们心怀感恩的。人生最大的贫穷，不是物质上的匮乏，而是总是盯着那些自己所没有的东西。相反，人生最好的知足和富足，就是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只有学会珍惜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丰盛。那些不懂得珍惜的人，即使全世界的财富都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也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是个不幸的人。著名作家凯伦·布里克森在《走出非洲》中说过，真正的力量在你身上，真正的障碍在你心里。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给自己贴上负面的标签，比如我不能，我不会，我不想，我不够好，我很自卑，我很无能等等。这些负面标签才是真正的黑暗之手，让我们持续陷入低迷的状态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多表达一些积极的想法，比如我很好，我相信，我愿意，我很勇敢，我很乐意。当我们将自己调整到这种高频状态时，整个人就会充满活力。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助力我们前进。我们要努力破除内心的障碍，多调动内在的积极力量。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，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轻易动摇我们的信念。我们可以更专注、更投入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，更用心地经营当下的每一天。我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，主动去创造自己的命运，
而不是听天由命。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珍惜和感恩。当我们开始用欣赏和感恩的眼光看待生活时，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美好。即使是最平凡的日常，也可能蕴含着无限的喜悦和幸福。比如，清晨醒来时，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，路边不知名的小花绽放的美丽，与朋友分享的欢声笑语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的礼物。当我们学会感恩时，我们的心灵会变得更加丰盛。我们会发现，即使在困难的时候，生活中依然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。这种感恩的心态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积极乐观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同时，当我们常怀感恩之心时，我们也更容易吸引到积极正面的能量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7. 持续学习，不断成长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终身学习变得尤为重要。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掌握新技能，以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。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，更是为了开拓视野，提升自我。通过持续学习，我们可以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局限，发现新的可能性。每一次学习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以新的视角看待世界，解决问题。同时，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克服这些挑战的过程，也能锻炼我们的意志力和毅力。我们应该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，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。无论是阅读一本好书，参加一个培训课程，还是尝试一项新的技能，都是自我提升的好机会。记住，学习的过程可能会有困难和挫折，但这些都是成长必经的阶段。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和毅力，终将会看到努力的成果。8. 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有着重要影响。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需要我们付出努力，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，理解并接纳他人的不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，我们不应该试图改变他人，而是应该欣赏每个人的独特之处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保持良好的沟通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共情，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。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，也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学会给予和接受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付出和回报应该是平衡的。我们要乐于给予他人帮助和支持，同时也要学会接受他人的善意。最后，我们要记住，维护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时间和精力。我们要主动投入时间去经营我们的关系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还是同事。9. 保持身心健康。身心健康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。没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状态，我们很难真正享受生活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在身体健康方面，我们要注意均衡饮食，保持适度运动，确保充足的睡眠。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，长期坚持下去，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。心理健康同样重要，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当遇到压力和困难时，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深呼吸等方式来放松身心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寻求帮助，不要一个人独自面对所有问题。此外，我们还要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过度工作可能会导致身心俱疲，影响生活质量。我们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，在工作之余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放松自己，享受生活。10. 勇于追求梦想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但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勇气去追求。然而，正是这些梦想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和动力。追求梦想的过程可能充满挑战和困难，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。我们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只要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。
即使在追求的过程中遇到挫折，我们也要坚持不懈，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通向成功的垫脚石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明白，梦想是可以调整的。随着我们阅历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，我们的梦想可能会发生变化，这是正常的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情，勇于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。生活是一场漫长而精彩的旅程，在这个旅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和机遇。如何让这个旅程变得更加美好、更加有意义，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和态度。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是宝贵的，每一个经历都是独特的。让我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，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